妹妹，不如试试啊。如果皇上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室，又怎会宣你在这交房殿相聚呢？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，啊！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这后座就是你的。现在也只是试一下。皇后金安，民女特前来向皇后问安。姐姐，我仿佛看见这殿下的妃嫔婢仆都在向我俯首膜拜呢。民女参见皇后。平身吧，王桑，你照顾皇太子刘弘有功，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，10亿万户。谢皇后恩赐。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，这一坐上来，这数日的晕眩都神奇的好了。是吗？有这么舒服吗？姐姐，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姐姐万安。免礼了。今日我贵为皇后，得替皇上惩恶除奸。魏氏一族弄权跋扈，全部该死。卫青害死李广父子，处以极刑。那霍去病嚣张可恶，哼，先重打50杖，然后把他当众刨落。大胆！大胆刁妇！擅登后座，是何居心？跪下！陛下恕罪，民女并无僭越之心，只是一时无知，见没有人才试坐一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单凭一句玩念，就想拖这僭越死罪？以皇后之位来玩，对朕的重臣处以极刑是玩，刨落朕的大将是玩，难怪有人状告你们2人有谋夺后位之心。这一玩，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显露了。陛下饶命啊！民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，见这宝座似能医治晕眩之症，所以才试坐的。荒谬！你把朕当作是目盲耳陈的昏君吗？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、多坏。宫中的倾轧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，你罪犯大不敬，绝不能饶。陛下，你休想再求情！来人，在，把此2人拖出去。王桑即刻斩首，王晏押回凤凰殿，等候发落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救我呀！妹妹，陛下，陛下，放过我姐姐吧，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夺后位。陛下，放过我们吧！休要狡辩！你纵容亲情，居心不良。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，才饶你不死。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，明日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，做你的齐王太后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。拉下去！诺，走。陛下。红儿，他们母子这一去，等于永别长安了。王氏姐妹，敢觊觎你的后位，也敢叫红儿抢夺太子之位，早早将红儿送去封地，才能避免一场兄弟纷争、宫廷倾轧的祸乱。但是陛下就要与儿子骨肉分离。身在帝皇之家，这种分离就必须承受。
祛病，祛病，祛病！来人！姨母，姨母，怎么了？吓到你了？你竟然敢骗我！你说你，堂堂统帅3军的军侯，竟然如此顽劣，没有规矩。祛病，还不就是想骗个姨母做的蒸饼吃吗？姨母，你笑什么啊？我笑你啊，就为一个蒸饼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是因为姨母做的蒸饼味道独特。那你倒跟姨母说说，什么味道？有种家的味道。一见到蒸饼，就会想到姨母的疼爱。你不觉得姨母平时对你太过唠叨？是有点儿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祛病早就习惯了。况且全天下，也只有姨母一个人会对祛病如此唠叨。祛病倒觉得弥足珍贵了。真没想到，一个面对千军万马都不眨一下眼睛，都不牵情感的豁达司马，竟会说出如此窝心之话。皇后，蒸饼快好了，请去看看。真的，快点拿来呀！别着急，姨母去看看，做好就给你拿过来。这么有趣，他们都玩些什么花样啊？转乾坤、燕归巢、斜插花、风百合，还有旱地石鱼、管子流星、双肩背月。这么厉害啊！下次一定要等朕处理好正事，你们再提，朕要与他一较高下。好啊，好。祛病，祛病，祛病。哎呀，起来了。哎，由他睡吧。祛病，祛病，皇上来了。祛病，还不快起来向皇上行礼？参见皇后。免礼了。陛下圣安。免礼了。他方才装晕骗我，现在啊，该是骗你们了。霍去病，霍大司马，别闹了，一天装2次不腻嘛。快起来，好久没点都来了，正等着你呢。祛病，祛病，醒醒啊！祛病，祛病。祛病，别再跟姨母闹了，快起来，不许再闹了。难道真的晕过去了？快传太医令！祛病，起来，别再吓唬姨母了。姨母特意做了蒸饼，让你开怀大觉。姨母为你做了蒸饼，祛病，你不是要吃姨母的蒸饼吗？你快起来啊！不是才上供了什么镇灵丸、神芝吗？还不快去给朕拿来！诺。还有那个云香，有提神养灵之效，快给朕拿来烧下来！快！诺。霍去病，祛病，朕命你起来！皇上下令要你起来，你赶紧给我起来！别吓唬姨母好吗？祛病，你快给我起来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如此生猛有劲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当一个勇武有志、谦让仁德的统帅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一定每日每时每刻
为你备上这蒸饼，不让你有任何昏厥的机会，真真假假都不让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出征前告诉你，你是我们大汉最纯真的英雄，心无旁骛，满心装载的，只有平定天下，壮我山河。若能重来，姨母会在你每次凯旋而归时，少些教诲，多些称赞。去病，你年少丰厚，风朗俱煦，姨母自豪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的朝夕安危。你意气飞扬，威震大漠，姨母欣赏不已。可姨母也担心你树大招风，飞来横祸。姨母并非要絮叨，只是太过在意。你说这蒸饼是家的味道，只要你喜欢，姨母就为你做。生即做，死即做，梦你时做，念你时做。怕你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一如身处家中。朕陪你一起。陛下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忠心为汉，披肝沥胆，天和泰人竟让他盛年短折。若能让你舒坦些，只当这是天妒英才吧。这段日子，臣妾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全是他精神跳脱、机灵潇洒的样子。他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完成了别人一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，战功赫赫，必留名万世，此生无憾。臣妾却不得不抱憾，当着他，从来只有责备，没说过几句称许的好话。你责他，骂他，气他，怒他，他却心无芥蒂，足以证明他一直明白你的苦心。你以心待他，遇他如此；他以心待你，视你如母。他虽离去，但这份情谊永在。别再难过了，朕已下旨，命蜀国宣甲兵列队自长安至茂陵，夹道送别其灵柩，并命人将其墓冢依祁连山模样筑造，以彰其破外敌、靖边患的战功。去病他一生，不贪慕功名利禄，偏爱边塞的广袤风光。陛下的良苦用心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去病墓冢坐落于茂陵一侧，将来也陪在朕的身边，永远是朕最坚强的臂膀。这样让魏氏家族，让大汉子民，让后人都以霍去病为荣。谢陛下。参见皇后。皇后，花已经备好了，这些是祈愿皇上万寿无疆，汉室兴盛久安的，还有祈愿段大人能再获良缘的。对了，那为他备了什么花？已经准备了桃花。还有，给陈皇后采了芍药吗？
皇后要为她祈愿凤体早愈，奴婢怎么会忘记呢？奴婢也另外准备了一些金蕊芍药，稍后送去长蒙宫，以贺她生辰。皇后，陈皇后差人来说想见皇后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福，你身体抱恙，就不要多礼了。来，坐下。你可还好？身子有没有起色？这里有什么缺欠的，就跟我说，我派人给你送过来。谢皇后关怀，这里供奉如昔，并无所缺。至于我这身子，也就如此了。自从母亲撒手而去，我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牵挂了，只想早点随她而去。你怎么能这样想？窦太主有知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萎靡低落。再过2天就是你的生辰，我想送些金蕊芍药来，也添喜气。谢皇后，你待我实在太好。母亲的丧事也多亏了有你，才办得周到体面。母亲死后，除了皇后，再也没有人来看过我，更不要提什么生辰了。想起当年我生辰之日，皇上亲自为我操办，举宫华灯结彩，祖母、母亲为我庆贺，我陈娇不可一世，呼风唤雨。可如今你呀，万事想开点儿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身子调养好。怎么，哪里不适吗？要不要宣御医过来诊治？我这几年喝下的汤药，比吃下的饭食还要多，身子却越发衰弱下去。最近这几日更是。我知道我的时日不多了，只是有一事，如果我不做，我死不瞑目。我只想在死之前再见皇上一面。我希望在最后一个生辰之日能见一面皇上，向他亲自认错，让他知道我有多想他，念他。皇后，这是我最后的恳求，求皇后把这悔旧书交与皇上。我知道，只有皇后你，才能让皇上了我心愿。不，朕不会如他所愿。陛下，这里面写的都是陈娇对过往的忏悔和对陛下的思念，字字泣血，只为能见陛下一面。这里面就算写着1000个、10000个悔字，又如何？被他们母女害过的人，可以抹去那些悲痛经历吗？朕绝不会见一个千方百计谋算于朕的人，更不要见一个3番4次要加害于你的人。千错万错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臣妾早已淡忘。如今臣妾有相爱的夫君在身边，有可爱的孩子承欢膝下，何其幸运！可陈娇她却有悔恨不能诉，有思念不得见。陈娇的病最近越发严重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你了。一切都是他自作孽。可他毕竟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孙儿，陛下，就算你不想如他所愿，那就当是如太皇太后的愿，如臣妾的愿。
下，就算你不想如他的愿，那就当是如太皇太后的愿，如臣妾的愿。作为夫君，朕也想如你所愿，但是作为国君，却绝不可以。你可知他母亲犯过什么滔天大罪？黄桃曾暗中勾结刘安，朕这个姑母竟然助刘安让枯井出水，你是灾星。为陈乔得自由，连谋权篡位之事都敢做出来，朕让他母女得以受诛，已经是对太皇太后尽孝，仁至义尽了。陛下，子父，望你体谅君心。我先扶你进去吧。启禀皇后，药好了。我来。皇后，不要走开，多陪我一会儿吧。先放下吧。诺。你看外面，月色清亮，照得万物光滑如炼。你这里恬静非常，是今夜赏月的好地方。想起当初，我瞧你一眼都不愿意，不料如今，却希望你陪在我身边。子父对不起你，未能劝得皇上。我相信你以全力相劝。我也明白，皇上今生今世都不愿意再见我。罢了，我在这里等了这么久，早该知道结果如此。你不用替我难过，我只是作茧自缚罢了。皇上其实知你有悔意，只是皇上有他的难处，希望你体谅。你真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了。你就没有想过，是我不安好心，假意悔改，利用你重返宫闱。我信真诚以待，必有善意相报。可是权欲熏心，你的真诚很容易被人利用。你可知道，你的位置有多少人觊觎？不能不防啊！后宫人多，心思难免疏逸。即使以诚相待，可总会有为权、为利、为君、为情而筹谋算计的人。谢谢你的提点，子父也会谨慎防患。可是我始终相信，有为己欲而害人者，也有舍私利而愿意帮助照应者。诚心待人，必得天佑人助。皇后可觉得那未央宫就像一个花樽，宫中女子就如同繁花盛开，等待皇上这个赏花者到来。择日芍药盛放，
今日兰花吐香，可明日呢？花开花落，自是平常。我们也只好顺应自然，灿烂时不枉其美，酷率时不失其心。花开花落，心花替代，在赏花人眼中再平常不过。可我看着，却是伤心至极。想不到我陈娇最后是在贤后怀里。曹襄盛年疾病，平阳公主定是忧心难过，望曹襄早日康愈，让公主安心。姐姐节哀。香儿去世，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，姐姐此时必定难过。那夏侯婆与他父亲的事必通奸，事情败露，而畏罪自杀，死不足惜。反正姐姐与他已分了，只是姐姐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，却偏偏造物弄人，让他失去了依靠。公主是女中豪杰，不会轻易垮掉的。如今公主肯从平阳县搬回长安府邸，足可见她想通了。要不然，也不会修书告知陛下她的行程。但愿如你所言，只怕姐姐好强，沮丧之情不欲被人看见，郁结在心，反而难解。陛下。陛下正好要去坝上祭天，回宫之时必会经过平阳侯府，何不前往与姐姐一聚？如果能得到陛下的关顾，姐姐定会觉得窝心，因为陛下是她唯一的至亲了。若不见，
朕也难以安心。但愿朕此行能够开解姐姐心中愁苦。恭迎陛下，陛下圣安，陛下圣安。免礼。参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这几年，姐姐让弟弟好惦记。这几年发生太多事，知道陛下挂心于我，可我并非无坚不摧之人，历经太多生死离别，我也需要些时日静思。那姐姐如今作何打算？命由天定，事在人为，我不会再埋首于往昔，陷身于困顿，任由它春去秋来，人去楼空。我依旧安享这静好岁月，笑看今朝。姐姐能看得开，那就好。久不见大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如今外敌远遁，国泰民安，又有段大哥带皇上巡查各地，所以臣呢也可以专心地安排边关布防，训练新军。军务之外，大将军也应该好好享受你以半生血汗换来的太平盛世。那以后啊，你就多与朕狩猎对弈。臣遵旨。啊，姐姐既然回来了，就安顿在长安吧，与我们同享福音，也好让朕安心。弟弟放心，我既然已回长安，就要做回以往的平阳公主。那就好。皇后还特意让朕带来了百香酿，盼你岁月生香。怎知美酒未饮，已见奇效。姐姐风采气度，不减当年。岁月生香是我毕生的所愿，我就多谢皇后记挂了。只是要论风采，就比不上今日长安百姓所盛传的女子。那女子的周越风姿，还有歌谣口耳相传，不知弟弟是否有听过？是什么歌谣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真有此歌谣中的佳人？这佳人不就在朕的皇宫里？除了皇后，谁还能堪称倾城倾国？皇后自然是绝世佳人，但歌谣中这美女，却另有人在。且凑巧就在我府中，弟弟不妨一见。怎么了？原来你发现了本宫的第一根白发，这有什么需要藏起来的？青春流逝，华发渐盛，本就无可避免，自当顺意而行便是。皇后风韵依旧，一点都没改变呢。普天之下哪有形貌不变之人？韶华易逝，容颜易老。青丝经岁月染白，并不可惧。指望此心此志能历久弥坚。就像
皇上对皇后的真心一样。皇后，皇上已抵城门，会从御河入宫。不过听说还有一名女子陪同皇上归来。真美啊！奴婢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有福分一睹皇宫景色，真是像做梦一般。不是一睹，是以后就要以此为家了。真是不敢相信。陛下，那座高高的是什么宫殿啊？那边树木环抱的是上林苑，是朕打猎的地方。这边大殿是前殿，是朕上朝的地方。这是宣室，是朕朝议之处。果然气势恢宏。那间焦红色的是什么殿啊？这座宫殿外壁怎么是焦红色的？好美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皇后的寝殿。真不愧是后宫之首的居所。这是交房殿，皇后的寝殿。原来是后宫之首的居所啊！想当年，皇后入宫之时，也如你这般兴奋紧张。不过她进宫，可经历了千难万阻。啊，这宫里还藏有什么难关啊？奴婢，你却幸福许多。如今的皇后贤良淑德，在她的料理下，后宫众妃和乐融融，你不必有丝毫担心。那奴婢一定要拜见这位贤后。不错，后宫的一切大小事务都由皇后定夺。你入宫后首要便是到交房殿拜见皇后，记得要施礼，用心听皇后之言。诺，奴婢记住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朕在外面这几日，宫中一切可好？陛下出宫为民祈福，宫中上下也潜心为大汉万民祝祷。姐妹们都盼着陛下归来，分享民间所见所闻呢。朕这一路见闻颇多，收获也是不少。不过最令朕开怀的是姐姐终于振作了，她心情好转，朕心中的一块大石也总算是放下了。臣妾也盼着能与她一续呢。这是当然。她已回长安，往后你们就能多见面了。这次朕在她府上还带了一人回来。臣妾也有所闻，听说陛下圣恩眷顾一位歌姬，为何不见她同来呢？皇后愿意一见，朕才传召。既是陛下有意之人，臣妾自然要一睹芳容。好，传礼姬进来。诺。宣礼姬觐见。
奴婢李氏拜见陛下、皇后，愿陛下圣安，皇后金安，也向众位姐姐问安。起来吧。果然清丽大方，识得礼数。若论大方得体，属皇后第一。你们要多向皇后学习。臣妾定遵陛下旨意，不负皇后教诲。奴婢初入皇宫，蒙昧无知，求皇后多加指教，奴婢必遵懿旨。礼记应如何安排，就交由皇后决定。臣妾愿听陛下圣意。不知皇后以为封为夫人如何？李姬如此清丽可人，谦逊守礼，深得君心，的确配得上夫人之号。只是一入宫便封夫人，暂无先例。李姬，若让你先为佳人子，可会失望？是有点失望，但奴婢蒙圣恩而入宫，已觉无限尊荣，又岂敢奢求其他？先为佳人子，让奴婢侍奉皇后，与各位姐姐学习宫礼，也是应该的。若去照顾先帝太妃的日常起居，又如何？奴婢谨遵皇后吩咐，照顾太妃之余，若许我在宣太后的殿中结臣除秽，以尽孝道，那就更好了。为什么？汉室不是以孝先行吗？可照顾太妃、打扫太后宫殿，就见不到皇上了。那也只能如此。既入宫，就应以宫中规矩、帝后心意为依归。能否得恩宠，只凭圣恩眷顾，不能强求。既然如此，李姬听封。还不下跪听封？李姬真意恭俭，纯孝谦让，按皇上旨意，封为李夫人。还不快谢皇后恩典！谢皇后，臣妾日后定谨遵皇后教诲，恭谦而行，安分守己。既封了夫人，就等皇后赐殿于你吧。臣妾不敢奢望。自你方才入殿，本宫总觉得这殿中暗香浮动，不如就赐披香殿吧。好，披香殿好。谢陛下和皇后圣恩。起来吧。正妃日后要多照顾初入宫的李夫人，大家和睦相处，相互照应，一同侍奉皇上。诺。朕之前还颇为忧虑，不知待你入宫是福是祸。但既然上苍都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决定不会错。子父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。朕在外面，每个清静的夜晚，只要看这片浩瀚的星空，就会念起你。子父，你知道吗？朕第一次看见你的眼，就觉得里面藏着星海，闪耀生辉。
想什么？如此入神。陛下，别多礼了。这么晚了，陛下怎么来了？皇后的寝宫，朕不能来吗？可今日是李夫人。怎么了？以为朕一定会在披香殿吗？陛下心怀万千，子夫难揣圣意。今夜星空灿烂，朕的心意是想与皇后去前庭观星赏月，不枉此良夜。只怕这春夜乍暖还寒。不会，很暖。承陛下宠爱，子夫很知足。你真不介怀？介怀什么？朕本去探望姐姐，却一时心情于李姬。其实朕当晚失口允诺封她为夫人，回宫的路上就一直想着该如何向你开口，怕你为难。陛下说要封她为夫人，臣妾已猜到几分，臣妾并不介怀，倒是怕其他姐妹心有不甘。幸好李姬谦卑得体，方才臣妾几个提问，她对答间尽见意范，可睹悠悠众口。于陛下，于李姬，都好。来，子夫总是凡事为朕想的周到，让朕心更难安，怕委屈你。谁为图苦，其甘如饑。燕儿新婚，如兄如弟。你是怕朕与李姬如胶似漆，不理旧人。你辛苦，就连苦菜都不觉苦。但看到夫君开怀，臣妾心安；得到夫君关怀，臣妾心宽。做陛下的皇后，臣妾不只会大方接纳，也会告诫其他嫔妃，与李夫人和平相处。今日朕携李姬从御河入宫，望着两岸的风景，你可知朕眼前浮现的是什么？全都是当年与你乘御船入宫的情景。你那时好奇又兴奋地指着交房殿问朕：“那座漂亮的焦红色宫殿是什么？”如今臣妾已在此殿中，只是时光如水，转眼多年。陛下竟将一切记得这么真切。待你入宫的情景，朕记得；做你北斗星大哥的承诺，朕也记得。恋恋北斗，皎皎此情，长明当空，永生不渝。无论时光流转，景物变迁，朕对子夫的心永远不变。你在朕的心中永远占首位。臣妾知道，一切都不会变。哼，那个皇后果然深得皇上之心，在殿上，皇上处处给她留面子。夫人一进宫就获册封，谁人能及啊？论姿色、年纪、舞技、音律、琴艺，夫人你可都是后宫第一人呐。那倒是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皇上已被我的肌肤之香深深迷住了。当夜，我只不过稍展媚功，他就答应封夫人赐宫殿，还赐给我各式上好的用品。这代表夫人已在宫中扎稳脚跟，独得帝宠。只要再生个皇子，管他是皇后还是太子，夫人都不用怕了。义父说过，对方盛世力强，我们一定要谦卑以对，不可太过嚣张。以前的艰辛苦练，不可功亏一篑。我要得到我的荣华富贵，以后就更要听义父的话，勤加练武，以美貌、体香、舞姿笼住帝心。外内修身，内媚修神，玉手绕春，兰指轻弹，清香暗出，
幻化无形。若不是我练出这奇香，教他这绝招，他又怎么能一出手就迷倒皇上？哼，再清淡些，清幽而迷惑才好。当日踏遍各地乡县，好不容易寻得了这位天资过人又能歌善舞的女子，收为义女，勤加训练。如今不枉我多年来的心思。这次还要多亏我的媚术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呀！我日以继夜，授他绝技，处心积虑，养其风姿，等的就是这一日。这次真是天时难挡啊！要不是平阳公主要回长安，还不知道等到何时才能献美呢。不过，你怎么就能料定她会献里姬给皇上呢？哼，一个命揣的女人，不顾忌重施，再来一个上衣承宠，笼络弟弟，还能如何？恰好的是，她在途中又巧遇你的义女。也算里姬争气，在平阳公主面前稍显身手，就被一眼挑中。平阳府既出了一个皇后，就是一块宝地，这样地利也在我手中。这个时候，我秘制的香粉和令她体内吐香的天香丸就派上用场了。那个皇上啊，被迷得神魂颠倒呢。加之最近大将军府移宫进进出出，看来那个卫青也是大限将至。有道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只要卫青一死，卫氏一族清败，我就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了。时势利我，哼，我就不信我顺势而为，借势而上，还扳不倒那个妖女皇后，让狗皇帝痛不欲生。陛下，皇后与平阳公主求见。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谢陛下。难得子父与姐姐同来，还眉开眼笑，难道是有好事要告诉朕？臣妾想向陛下求一喜事，望陛下成全。哦，是何喜事？惊动皇后和姐姐亲自来求，看来朕是非应允不可了。臣妾与公主特来求陛下赐婚。公主与卫青两情相悦，如今孤寡，理应共结连理，互托终生，还望陛下成全。不可。陛下，公主与卫青家世相匹，又情投意合，各无牵绊，陛下何以反对？还请陛下明示。事发突然，朕要深思熟虑，从长计议。陛下，究竟有何顾忌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历太多，深感人生无常。我已经无心力再空等岁月。我与他早在多年之前已经互生情愫，只是造化弄人，波折不断，所以我们只能屡减姻缘，屡断肝肠。既然你们情深切切，何不自结良缘，反要来求朕赐婚？正因为情切，所以情切。公主义无反顾，可是卫青始终不敢踏出这一步。陛下既然知道他们两情相悦，为何不愿成人之美？卫青情切，该是有他的顾虑，亦如朕也有自己的顾虑。
卫青为人谦恭信义，有勇有谋，为我大汉出生入死，屡战屡胜，是朕最重视的忠臣良将。与姐姐确实相配，可是他建下多少功勋，就树下多少敌人，也就埋下多少隐患。魏大将军之名响遍九州，外敌内奸早就视他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多少人处心积虑想报复他，多少人咬牙切齿要置他于死地。卫青为将为臣，这是他不得不冒的险。但朕怎忍心姐姐跟着他，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之忧呢？陛下，臣妾入宫以来，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陛下可还记得当时的心情？悲痛欲绝，愿以一切换你生机。若陛下早知臣妾有此劫难，是否会因为不想臣妾丧命眼前，便舍我而去？陛下护姐之情，子夫感同身受。可陛下亦是至情至性之人，姐弟连心，相信陛下定能感受公主与卫青情力波折，爱之艰深，不在你我之下。你我之情都不因生死而衰绝，深信他们俩亦然。若陛下不予成全，我与他终无死别，亦是胜利，同样痛苦。不管前方有何危险波折，不管前路可走多长，我只想抛开藩篱，与他携手，共度余生。求陛下成全。臣妾请陛下以情念情，成全他们吧。因马牵情，也要因马而断情吗？姐姐，你知道了？公主已经向皇上求赐婚了。什么？公主的？皇上也已恩准。姐姐此次出宫来此，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。公主对你情深一片，不要再辜负公主了。我就是怕负他才。你每次出征归来，不是诉说边塞趣事，就是描绘大漠奇景。至于刀光剑影间的生死相搏，却鲜有提及。征战连连，伤病累累。姐姐不问，是不想增添你心中的包袱，姐姐也只能暗暗祝祷，祈求战事早点结束。我知道，你的奋不顾身，既是保卫江山，亦是完成大哥建功立名的未尽心愿，更是以功勋权位保我后位。只是你可知道，我对弟弟也有期盼。姐姐盼你为汉、为民、为兄、为我之余，更能为自己而活。盼你博得安稳江山，也获得美满姻缘，偿未尽之愿。可是我现在过得很好啊，并无他求。姐姐不相信弟弟心里没有公主，难道你不愿意娶她？弟弟凡事都以他人为先，此次若你以姐姐为先，请你为姐姐而娶，别让姐姐抱憾终生。若你以家儿为先，你应该知道他盼你再续前缘；若你以公主为先，则更应该义无反顾，不要让她再受生离之苦。但姐姐最希望的是你以自己为先，别再违背心中之情。可我还有喜娘，我还有3个孩子，我也要顾及他们。只要弟弟有心续弦，什么顾虑都能消除。
新娘，我已将皇上赐婚一事告知了喜娘。什么？喜娘应是喜极而泣。公主已经答应喜娘，待她如母亲一般，待嘉儿尽女儿之孝。公主答应对三子视如己出。我还答应她保留大将军府的一切，包括特为沈家而制的这一家阁。我以后会亲自来烧书沉香。谢谢你。曾经是你许我种种承诺，如今我应该以承诺回报给你。以后无论是福是祸，我都要与你相携相伴，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。喜娘，我本以为嘉儿走了，我就再无爱女，谁想如今，老天竟能让这个家重新完整。你的手法确实娴熟，经你的妙手按压后，朕觉得这肩痛舒缓不少。小人不才，谢陛下夸奖。我义父的手法当然好，臣妾的按压之术也全是义父所教。启禀陛下，议长者求见。哦，传。诺。陛下万安，向李夫人问安。你一来，朕就知道又有口福了。皇后说，陛下近日常常周身酸痛，特命懿寒做了这冰湖玉露，呈与陛下品尝，愿能以食疗身。冰湖玉露是橘子粒、荸荠以及雪梨，混入蔗汁，填入局中，在冰室冰过，能开胃解热，还有甘的清香，甘甜可口。好，皇后真是有心。大家最近都为朕的病途费心呢。这袁叔是李夫人的义父，入宫来帮朕按压，也真有奇效。才按了一会儿，朕的肩痛已经好了不少。议长者也很有心思，所准备的食疗确实适合陛下。你何以知道适合朕？小人刚才帮陛下按压之时，感觉到陛下经络不通，陛下该是肝气郁结，胆经不畅，所以近来两肋隐隐作痛，偶有抽搐。确实如此，而且应是常觉口苦，口苦因肝气外泄，两肋作痛则因肝胆同源，想必陛下近日也会烦躁易怒吧？你只是为朕按压一次，便知之甚详，看来也精于医理。懿寒，那你的甜点是专为肝郁气滞而做的吧？里面的荸荠、雪梨以及蔗汁全是去肝火之物，橘子也有理气健胃、散结止痛之效。冰冻成雪泥，更能吸附橘子的香气，清凉可口，有助食欲。你与懿寒皆精通医理，可其为朕断出疑难杂症。小人曾听说，议长者与刘安登坛舌战，阻刘安迷惑百姓。相对之下，小人所识只是皮毛。李夫人说你医卜星象皆精，果然。那天文也通晓？谈不上通晓，略懂推断眼前现象而已。小人常年观察得知，日旁现光环，必有三更雨。蚂蚁倾巢出，必引风雨至。上次小人就是以此预知有雨。
若朕身边能够得到更多的能士辅佐，共抗天灾，大汉必会国祚绵长。但朕更愿天助我大汉万民。陛下有振民之心，天必大助啊！其实小人看来，不待陛下祭天，天已回应善心。此话何解？只因甲子日雷响，必五谷大丰。今日虽是甲子日，可是并未见有雷呀。陛下天子之身，天地万物俱在陛下手中。正如此刻，撼天雷响，震慑未央。好，袁叔，你懂医理经天文，确是其事。朕赐你宗籍，准你自由出入皇宫。一来可与一女长见，二来可为朕按压，缓朕病痛。朕还要你与一寒一起，研讨天文，预测天象，齐助朕一臂之力。小人谢陛下，定会尽心为陛下效力。依易叔叔观察，袁叔在殿上一直暗中留意室外风云燕雀动静，应是心中早有计算，而且抓得先机，在撼天雷响之前发话，让皇上以为他是能够测天意的神人。或许选今日入宫也早有预算。若真如此，恐怕李夫人与他同样心机慎重，皇后一定要小心。有一次我与李夫人共奏，她的琴音纵横落逸，复跌繁错，大有弦音相逼之势，与她平时谦让之态截然不同。琴音透露心性，看来她本色也是奋力上爬，显露于众。不过她在人前一直谦恭守礼，从无犯错，本宫也不能单凭猜度而论断，只能以后多加留意。皇后说的是，看来把持后宫的分寸，皇后已拿捏得很好。毕竟我也当了皇后多年，其实这帝前献祭，争得功名利禄，都是人之常情嘛。我们也不宜忖测过甚。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这父女二人，一个持宗籍自由出入宫闱，一个居于宫中，若要惹事，恐怕后宫首当其冲啊！我只有静观其变。他若贤，我必护；他若诈，我必惩。皇后，徐黎夫人在庭院摔伤了。皇后驾到！免礼。参见皇后。情况如何？已无大碍，但额上的伤需调理10日，幸好没有摔在石头上，否则性命堪忧啊。好，快去开房煮药吧。诺。姐姐就先在我店里休养，以便我亲自照看。谢皇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都怪我疏忽，在庭院练武时挥动长卷绊倒了姐姐，竟让姐姐受如此重的伤，还求皇后与姐姐原谅。那长卷舞，你一直都收放自如，今日怎会？臣妾这2天只是想练一些新花式献与皇上，谁知练得太专注，没有留意人来人往，恰巧徐黎夫人经过踩在上面。可是我练得太投入，全然不知，谁料一拉长卷，就闻得姐姐摔倒的声音。真不知你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为之。妹妹真的是无心的，还求姐姐原谅，求皇后恕罪。你跳舞时目光流转，怎会不见我走来？我刚一踩上去，你就用力拉扯长卷，将我摔倒，哪有这等巧事啊？
但事实确实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姐姐终究是因为臣妾而受伤。皇后若要罚，臣妾愿领受。的确该罚。徐黎夫人受伤，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心，都难辞其咎。看在你有愧疚之意，本宫也会酌情处理。就罚你去知事支部，从初1知到15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沉不住气，时机未成熟就惹是生非，几乎把自己的本性心计全都显露于人前。但那徐黎夫人实在可恨，总是维护皇后，替皇后压我。我也是一时气愤，才出手教训。那你想要人留下口舌，说你恃宠生骄吗？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这几日再怎么吃天香丸也是白吃，每日都要去知事支部，不但累得头晕眼花，还要假装自责反省。就算一身体香，又如何能得皇上垂注？你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想到此事，就觉得头昏心痛。想着要不停向他们低声下气，还要假装谦卑恭顺，我就难受。真希望早点高飞，到时候要拿皇后100倍偿还。放心吧，高飞的日子不远了。难道脉象流利不色之，如盘走珠，是喜脉。喜脉？我怀孕了，我很快就能生个龙翼高飞了。织布，我倒要看看现在是谁给谁织布。我现在就去告诉皇上，凭他什么责罚，全都免了。哎，慢着，知事一定要去，布也一定要织，而且要织得更操劳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安。起来吧。你急于求见，有何要事？臣妾想与皇后单独商议。有何密事不能宣知众人？臣妾今日还未用早膳，就前来知事支部了。李夫人既然诚心思过，本宫倍感宽慰，时时已到，便可离开。可是臣妾在支部时，左右思量，越想越觉得臣妾并无过错。你此话何意？臣妾并非有意伤害徐黎夫人，不过是徐黎夫人自己踩上我的长卷，岂是臣妾所能料？即便是意外，也因你不小心而起。如今徐黎夫人受伤，难道你就全无责任？况且你也说过，甘愿受罚。臣妾是感念徐黎夫人的不幸，才退让一步，自请责罚。但皇后掌6宫，该能明辨是非才是。明知臣妾无辜，怎能无理处罚臣妾？你要求见本宫，到底所为何事？难道就是要用此等歪理巧辩，让本宫免你处罚吗？不是歪理，而是明理之人应当想到，徐黎夫人当时不知闪躲，就应该怀疑是否别有居心，自残以嫁祸于臣妾。如今她受伤，也是各安天命，怎能将所有的怨气都……闭嘴！本宫本也宁信你是无意伤人，只叫你静心自省，但你竟寻衅挑拨，如此态度，只会令本宫更加相信你是有意伤害徐黎夫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更要严惩不贷。皇后想罚我，
只怕日后，皇后你会后悔的。本宫不知道你在弄什么玄虚，可无论如何，你休想在这宫里肆意而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踏出知事半步，直到诚心悔改为止。皇后，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！求皇后放过臣妾，与臣妾腹中的胎儿吧！皇后，我真的没有骗皇后啊！求皇后发发善心，让御医来看看臣妾吧。这可是龙裔呀，大汗的血脉啊！皇后，如此重罚，臣妾真的挨不住啊！皇后，别在此装模作样，起来！求皇后饶了臣妾，饶了我腹中胎儿。快传御医！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夫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李夫人无碍，是怀了龙裔。这可是千真万确。夫人脉象流利不色之，如盘走珠，定是有喜。有身孕了。好啊，你以后就好好休养，需要什么就让白明告诉朕。定要小心身子，别又晕倒了。夫人身子虚弱，不宜再过操劳。还不快去为李夫人准备安胎之药，让她好好补气养身。诺。来，皇后，是臣妾有罪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，不要让臣妾再去知事受罚了。臣妾真的受不住啊！你告诉朕，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命臣妾受罚于知事，没有皇后的命令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是，你既然已经有孕，就不用再去知事，好好调养身子，但是也要记住，注意你自己的言行，才可以立得以育儿。可是皇后不是说，即便臣妾怀有龙裔，也一定要受罚吗？本宫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日臣妾因误伤徐丽夫人，自认有过，甘愿受罚。可后来在知事，便觉得恶心难耐，又想到御师迟迟未来，便怕有了身孕。可本宫应你所求去了知事，你并没向本宫提起你有孕之事。臣妾说过，只是皇后不信。皇后还责怪臣妾恃宠生骄，寻借口逃避责罚，一派胡言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皇后怎可污蔑臣妾？当时臣妾苦苦哀求皇后饶了腹中龙裔，可皇后不但不许，还加倍惩罚。臣妾为人如何，陛下最清楚。陛下认为臣妾是如此狠心之人吗？臣妾也句句真言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若陛下不信的话，可亲自问他们，还有知事的侍女，他们全都听到了。不用问了。今早你求本宫屏退左右，所以已无人可作证。看来，你早已想好做这出戏了吧？臣妾冤枉！冤枉！在知事里，你对本宫狂妄无礼，出言不逊。可本宫方将知事门一打开，你就洒泪众人前，哭诉怀有身孕。皇后，天地良心，皇后怎可冤枉臣妾？臣妾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也懂得报诚守贞，天地可证。求陛下信臣妾。陛下难道信他？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诬害皇后，那臣妾愿意干裂肠断，花容尽毁。为了取信于皇上，已经对自己下如此毒誓，这母子连心，你就不怕伤及龙裔吗？若伤及龙裔，臣妾愿百倍受罚。
公理自在人心，臣妾无惧无悔。快躺下，来。天下间，竟有你这等颠倒是非之人，本宫竟还让你入了宫，封了夫人。皇后，陛下不信臣妾。皇后认为此事适宜再论此事吗？启禀陛下，皇后见驾。臣妾参见陛下。朕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美食，来，快来尝尝。谢陛下。如何？陛下怎知臣妾最近戒吃辛辣？你的事，朕当然最清楚。以前啊，朕喜欢看你吃醋，但最近你好像是吃多了，腌的呀，就好像这梅子一样。若陛下是指李夫人受罚一事，臣妾自问公正无愧，只想有真相大白一日，不愿被人诬陷。子夫啊，其实你与李夫人只是误会一场。误会？我们二人之话矛盾相悖，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，含糊不得，怎是一句误会便可草草了事？心有猜忌，言语冲撞，当然会有误会了。李夫人为护龙毅，难免会出言不逊，这个她承认了，朕也教训她了。陛下信她。你或许是为了徐黎夫人的伤势忧心，对李夫人生了偏见，朕理解。李夫人已说甘心受罚，转而又因事反悔，难免会引起你的猜疑，令你觉得她是找借口脱罪。陛下之意是说李夫人所言为真，反是臣妾怒火遮掩，没理会她的苦衷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李夫人又正怀孕，不如为龙毅着想，就让她安心养胎，既往不咎，和气、和乐、和睦，都是皇后一直坚持的。子夫人怀此心志，若为龙毅，此事臣妾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李夫人的品行，陛下必须认清。过2日，臣妾就要同陛下出宫镇嫔，若无帝后管束，任由她在宫中横行，只怕此行臣妾会一路难安。秦县镇嫔之行，朕决定推迟些日子。李夫人最近气血不好，胎相不稳，朕想等一切稳定些，再出发。陛下就没想过，她只是佯装病弱，博陛下同情吗？何况，镇嫔之妻已经昭告天下，百姓皆翘首以盼陛下圣临。难道陛下要为了一个宠妃，让百姓失望吗？朕都是为了龙毅。皇后自始至终都在说李夫人说谎扮假，何以如此笃定啊？臣妾亲眼见她变脸，人前人后判若两人。其实是她亲身哀求陛下留在身边，陛下又一时心软，答应了她吧。皇后是在逼朕吗？臣妾并无此意。你刚才不是说留她一个人在宫中吗？她会事事行恶。如今朕推迟镇嫔，正好免你担忧啊。陛下为关怀子嗣，延期出发，骨肉情深，臣妾理解。臣妾不该勉强陛下，就请陛下让臣妾独自前往，将浩荡皇恩带给百姓。皇后一定要独往吗？朕只是说压后行程，你却偏要坚持出发。你就不能像从前一般温柔、体贴于朕？陛下，臣妾本以为这建议可以替陛下分忧，没想到却触怒龙颜。只怪臣妾当初不惧慧眼，错封礼机，误堕圈套。臣妾现在就回宫思过，静待镇嫔之期，依时出发。
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不能不思之念之，只有将思念化作针线，再用丝线将这疆土一一绣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睹百姓，和乐风俗。那子夫要在这图上绣一个“和”字，贺我大汉天下，和乐风足。如今大汉天下多数百姓已经安稳和乐，虽不是每个人都丰衣足食，但已是臣妾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在这个图上绣个“和”字，那朕也要兑现承诺，与你踏遍这和乐天下。明月，诺，吩咐善士预备羊羹青鱼，这些都是皇上爱吃的。我先前对皇上的语气确实过重了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白明，小的在。快去为朕收拾行装。陛下明日要与皇后一起出宫镇嫔。朕答应过皇后，要与她一起到未封族之地镇嫔，让天下百姓同享和乐，同沐皇恩。还有备酒，今晚与皇后共宴。诺。皇后，方才皇上的进士已经回禀，说皇上去了披香殿，又没交代何时回来。皇后还要一直等下去吗？再等等吧。诺。要不是遇见袁叔，还不知道你腹痛难睡。幸好义父找到陛下，若没有陛下守护，臣妾肯定过不了这关。没事的，放心，有朕在。臣妾好怕，求陛下别走。朕不会走的。走吧，回去预备明早出发镇嫔。诺。启禀夫人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公主，李夫人有身孕，勿需多礼。谢公主。恭喜李夫人身怀龙翼。多谢公主。公主与大将军新婚燕尔，在外游玩的日子可惬意。多谢李夫人关心。本公主在进宫之前，一切都安好。夫人腹中孩子可安好啊？孩子很好，只是我偶尔会头晕做梦。不过想到孩子在腹中渐渐长大，我就满足了。
公主要不要摸摸孩子？既然李夫人说身子不适，我就更不敢触碰了。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被人诬陷有损龙胎平安。公主何出此言啊？本公主一回长安，就听到皇后谋害龙羿的传言。入了宫，此等诬陷之词，更是甚嚣尘上。公主明鉴，这恐怕不是诬陷之词，而是事实。我也没有想过，皇后忌我得宠，以致生了狠心。忌你得宠，可不是。你如今这一身以罗珠履，真可谓华美耀眼，气势非凡。你可还记得是如何得来这今日风光？当然记得。当日若不是公主提拔，将我引荐给皇上，我怎得今日盛宠？公主的知遇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当日我见你美貌出众，能歌善舞，又谦厚知礼，才给你机会。既然你记得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一朝得宠就目中无人，妄存野心。冤枉啊！我不负公主叮嘱，好好伺候皇上。只不过得宠，引来皇后妒忌逼害，求公主明察。就凭你几句话，就可以重伤皇后吗？皇后贤德之名，非一朝一夕而得，更非你三言两语可毁。你要知道，你所面对的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一个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。凭你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敢兴风作浪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后不也是公主府中歌姬出身？对于公主与魏家之间的传言，我也知晓不少。如果我将公主刚才所言禀告皇上，公主手揽前庭后宫，图为谋权，公主以为皇上会如何处置呢？你尽管去告诉皇上，我有何惧？你可知道，皇上欲册立太子之时，并非问朝廷文武，而是问站在你眼前的平阳公主。我即使如你所言手揽前庭后宫，那也是皇上对我这个姐姐的信任。你不要以为身怀龙翼就可以任意妄为。以前有个王夫人，甚得君心，又诞下皇子，当日风光宠爱比你更盛。如今她的下场，你不妨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本公主既然能捧你上天，也可以随时把你踩在脚下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